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原味生存的话，记得帮影片点个喜欢，让我知道你们的喜欢就是我出更多影片、出更快的动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兰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原味生存，这一集是第7集。简单回顾一下上一集，我们盖了这个浮空的岛屿，然后上面就是我们的附魔室。那连接附魔室的地方，我们就盖了这个有点浮空的桥。然后我刚刚是不是看到哭泣的黑曜石在哭？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来整顿一下这周遭的环境哦。我们今天会盖3个小东西哦。一个是我们会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矿坑旁边的这一片山坡呢，我会把它改造成一个小小的农田。然后这个农田我们就会先暂时撤掉这个哥莱花也是，让这里空旷一点。那农田盖完了之后呢，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存放粮食的地方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村民，对，这里面是村民哦。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带走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会盖一个简单的谷仓，就专门拿来放我们的农作物跟食物。那这个村民，大家如果看了这个丑丑的东西在这里很久了，不用担心，这个村民在1-2集之内就有事情可以做咯。最后呢，谷仓盖在这里之后，有没有看到这里空了一小块嘛？它的周边都有建筑了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也会把这2个箱子撤掉，然后这里我打算盖一个休闲的小水池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在我们开始盖东西之前呢，我的后台数据告诉我，最近看我影片的观众有96%都没有订阅，所以如果你听到我这句话，然后你也在看我影片，但是还没订阅的话，那就按下订阅吧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。也记得加入 DC 群哦，直播都会在里面先公告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做一些杂事好了，像是我们先把这个村民运出去，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旁边的箱子也先清一清。这样我们等一下盖东西会稍微方便一点哦。这个村民的话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下一集打算要来盖村民繁殖跟铁人塔。哎，我卡住了，等等。哦，飞起来了，真的可以耶。所以如果我不要用烟火，哦，我可以这样带着它飞耶！我的天哪，这什么鬼？这画面实在太神奇了，各位。他只要再待1集就好了，各位忍一下哈。接着把这边的箱子撤掉，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仓库，我们这里撤掉之后，暂时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哦。所以我们撤掉的方式就是先位移到这里来，然后等过个几集仓库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有地方可以放这些物资啦。OK， 房子后面的东西撤掉之后呢，接着就是这个农田，我们也先把它拆掉吧。OK， 这一块也清掉了，然后现在下雨了，所以它地已经不会还原了，我们就算了，放在这里吧。等雨停了，它就会慢慢还原回去了。那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来盖我们的农田吧。这个地方的地要整个稍微整理一下哦。这个农田我是想要盖那种一层一层的感觉，那个应该也不能叫梯田，因为我其实每一层也顶多就1-2格深而已。我只是想要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平缓的坡度哦。那可能除了挖地形之外，也需要填补一些泥土。那我们就先整理完地形再回来吧。OK， 各位，我把农田大概规划好了，然后有没有反射这个阳光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把坡度整个弄得平缓了许多。那我们农田一层一层之间的这个坡度呢，我们就有用半砖让它看起来平缓一点，也有在部分地方放上地板门。那这个地板门呢，我到时候上面想要放灯笼哦。那有很多的半砖地板门底下都是有含水的，所以这个农田是不用担心缺水问题的。但我们在这上面走路还是要小心哦，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就把这个农田踩坏了。那各位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农田有2块地方，它是完整的方块，我也没有把它弄成耕地。这2个方块啊，我应该会盖上2只稻草人。对，这种比较大片的农田，如果有2只稻草人在这里，也蛮适合，蛮不错的，对吧？那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农田的部分我们可以先开始种上小麦种子了。跟各位说一下，虽然我们的食物都是吃马铃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是坚决会种小麦在这里的。但我相信各位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种小麦啊，因为小麦田在光影之下那样子长起来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我这片田基本上我不会来采收啦，
我只是给它有点种着装饰的感觉。那这个可能要让它长一阵子，不过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先给它摆在这里就好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去准备一下灯笼。我们下一集就先把铁人塔盖出来哦。我们的铁是不是完全见底了啊？家里剩7个。哦，我们今天铁要全部拿去做灯笼啊。我们没有办法把铁拿去做其他东西了。我们的铁剩最后5个铁粒 ，OK， 还好下一集就是铁人塔，不然这个地图快要玩不下去了。首先灯笼，我们只要是这种地板门的地方啊，灯笼都给它放上1颗。OK， 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盖我们的稻草人。稻草人的盖法也蛮简单的，我想要先盖木桶，我要拿木桶当做稻草人的底座，然后也需要杉木栅栏。接着我们要收集一些稍微麻烦的东西，首先是南瓜的部分哦。我之前好像有找到南瓜过，但我是不是没有种啊？没错，没关系，我先拿2颗就好，然后先自己剪，是拿剪刀这样剪就好了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我们还要把它变成南瓜灯，南瓜之后再种好了，先把种子留下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要飞一段距离哦。还记得我们在第3集啊去找嗅探兽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到了一个热带海洋吗？我那时候疏忽了哦，我忘记要砍相思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飞去那个地方一趟，因为我想要一个相思木的半砖。对，我完全就只是为了一个半砖，然后要飞几千格哦。哦，虽然是不同的相思木林哦，但没关系，只要是相思木就 OK 了。我们只要简单的砍1颗。然后带一点树苗回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要的木头就2个半砖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拿到树苗了，走吧。哦，突然看到，顺便来收割一下干草捆好了。我们需要2个，这样我今天就不用再等小麦来长了。我们用干草捆来盖稻草人哦。OK， 我们来盖我们的稻草人吧。盖法非常简单哦。首先就是在我们这个实体方块上面放上一个木桶。然后放上一个栅栏，上面放一个干草捆，最上面再放一个南瓜灯。南瓜灯的上方呢，我们要放上我们的相思木半砖，然后2栅栏代表它的2只手。那最后呢，它缺了一个帽子哦。帽子的话，我是想要把线放在这里，然后上面放那个咖啡色的羊毛地毯。但是我们要哪里找咖啡色的羊毛地毯？好，没关系，丛林走起。OK， 我们回到丛林来，然后找一点可可豆。一点点应该很好找。OK， 把可可豆带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找个白色的羊染上去，然后剪下来。啊，太好了，这种时候还是只掉1个。我求你了，吃快一点吧。最近是不是跟羊毛特别没有缘啊？为什么？最近那个剪羊毛都是1个。来吧，我就是要把它放在线的上层，就是这里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的稻草人就完成了。我觉得这稻草人还蛮可爱的，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哦。那我们就来盖第2只吧，第2只盖在这个地方。OK， 这样我们的稻草人就完成了。那我们这个晚上就来看一下这个农田够不够亮。只要它够亮的话，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我总觉得是下面的地方会有一点点暗啦。这里我可能到时候要换1、2个灯，可能要这样子，不然最底下这一层确实有一点暗。OK， 我们的农田亮度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我自己是觉得应该还行啦，够亮的。但这片农田现在看起来光秃秃丑丑的，我希望今天录完的时候它已经长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给你们看它长出来有多好看哦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盖我们的谷仓，谷仓的位置大概会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一样先把蓝图放出来给各位看吧。OK， 我们的谷仓蓝图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先把它的显示方式改成单层哦。那我们把这附近清理清理，我们就准备去收集谷仓的材料吧。OK， 这个谷仓呢，主要是使用我们的木材加上红砖哦。对，主要的材料都是这几种。OK， 这时候就来拿我们上一集盖建筑准备材料用的介符盒，应该是只要1个介符盒就放得下了。这个谷仓还蛮小一间的哦。那我们就快速的把材料整理完吧。是说上集我们在感谢3000订阅嘛，然后上一集我在感谢4000订阅嘛，这一集我们要来感谢5000订阅了。对，最近的频道真的是成长得非常快，
非常感谢支持的各位啊，那个成长速度真的是快到我有点没办法想象哦。谢谢各位喜欢我的生怪塔，还有我的史莱姆农场啊。那其实那个附魔台支持的人也很多啦，我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以为大家就是如果被生怪塔吸引过来，那可能就只是生怪塔那一集看完就走了。可是比较让我意外的是，其实很多人愿意支持我的建筑影片哦，这个是让我蛮开心的。那剩下基本上都是红砖类的啊，我在想，我直接拿个切石机去跟村民交易，是不是会比较快啊？我们试试看。我不知道他们交易要交易到几层才可以买到那个红砖相关的东西哦。我把我的绿宝石带着，我绿宝石在哪里啊？啊，我该不会用完了吧？我上一个直播我去换一些的修补附魔术，好像是好，那我觉得现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去挖红砖吧。村民交易什么的，下一次好了，等我们之后有更多绿宝石再说。各位知道我们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吗？我们的帽子还没有水中呼吸，所以我们每挖一下都要跑到陆地上去哦，这真的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。哦，我为了一次挖快一点，不要这样分那么多次挖到那个命都快没了。我的天哪，没有水中呼吸真的挺麻烦的。不过这个量很够了啦，我们已经可以合成足够的红砖头了，我们就回去吧。然后我们居然还只能用这个慢慢烧，因为这不能丢高炉，对不对？不行，这也不能，这什么都不行丢，哇，超级麻烦。我们要在这里等这个红砖烧很久这时候这里我忘了补上半砖哦，我们的楼梯应该就是从这里把它这样子转角延伸上来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谷仓。OK， 鹅卵石墙收集完毕，那接下来全部都是红砖相关的东西了，对吧？你们看，我已经弄到，我尽管常常不在家，我的农田很多已经长得蛮大的哦，你们就知道我其实也弄了蛮久的时间哦。哦，原来这个陶罐就是4个红砖头而已哦。OK， 那我们先把其他的做一做，花盆有了，然后红砖头8颗，红砖墙要4个。然后陶罐的部分呢，我们之前有拿到一些这个陶器碎片嘛，我觉得我们就放一个树荫的陶器碎片好了，应该比较符合我们要的哦。这样子，其中一个切换成树荫的就好了，把它摆出来看一下，就是一棵树的样子，好，还算可以吧，蛮可爱的。OK， 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蓝图的材料列表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多出了2种木头哦，我在想可能是我曾经拥有这个东西，然后蓝图模组以为我已经收集完，然后就不见了。然后当我按了重整之后，才发现，这个东西其实我是缺的哦。而且现在从远看，我们家多了这片农田之后，我觉得多了蛮多的色彩耶。它这整个地方，我们用灵魂出窍给各位看一下哦。我觉得它这整个地方已经完整许多了，有没有？有居住的地方，有地狱门，有农场，有附魔区。那家的旁边还有矿坑，矿坑旁边也有农田，这里完整度已经蛮高的嘞。之后很期待把这整个园给它发展完会是什么样子哦。现在只有2个熔炉这样烧红砖，才意识到红砖真的很贵耶。只有2个熔炉在烧的话，烧起来有够没效率的。好，我后来决定我们先开始来盖好了，因为红砖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屋顶啦。那反正我们在这里盖，边盖的过程它也会边烧。那我们就先从底部来建筑吧。对了，是说因为这几部影片很多新观众看我的麦块会有一些小小的疑问，尤其是对于我的一些模组啊，或是资料包这些有比较多的困惑哦。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决定在这一部影片开始，我直接把我所有使用的材质包啊，还有模组的那些名字，甚至如果能的话，我直接放下载链接，把它放在我的资讯栏哦。所以之后如果有观众问的话，基本上我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讲，就是去看资讯栏就好啦。那如果你们真的很热心，有看到底下留言问有关我的麦块上的东西，那你们也可以回复一下，非常感激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已经快要把这一栋盖完了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建筑，有蓝图模组盖起来是真的蛮轻松的。
只是我们的红砖头也烧太慢了吧？可能之后真的要盖一个比较可以快速烧熔炉的地方哦。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下一集要盖铁巨人塔嘛，那铁巨人塔我的建筑已经设计好了，我把它设计也有点像一个铁匠的感觉哦。或许会在那里放一些基本的熔炉组，反正铁匠跟熔炉组本来就是非常配的东西。OK， 我们居然还要63个红砖阶梯，这样看起来我们的红砖是一定够的啦，只是这个烧不知道要烧多久哦。在等的期间，我先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一栋谷仓好了。那这个谷仓的设计位置是放在我们家的后方，然后就是往矿坑的另一边哦。那放在这里，一方面是这里刚好有一个空位，一个小小的空地，然后再来就是，既然农田都在那个地方，农田在我们家门前，那谷仓就放在我们家的后方。这样听起来蛮合理的吧？那我们主要用了杉木的原木，还有橡木去做搭配。里面地板用了剥皮的橡木原木，然后把它交错着放，让它有一点格子状的感觉。那里面也放了一些木桶啊、箱子，还有干草捆，就是一个储物空间的感觉。那这些干草捆也代表着我们储存的是食物。那还放了比较特别的装饰哦，像是南瓜跟萤火。放萤火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性，我只是单纯觉得有一个高度比较特别的方块，放起来还蛮搭的，而且它也是木系的嘛。那南瓜的部分就算是储存粮食啦，而且没有脸的南瓜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蛮好吃的东西哦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谷仓啊，上面这个地方，到时候这里会盖屋顶，但是这些木桶我都还是点得到的。那我们到时候要实际储存粮食，就会把食物放在这个木桶里面啊。所以这一个谷仓其实也是有实际储存的物质的空间哦。那建筑物的外侧，我们使用的是上下混搭石砖，然后中间放杉木的栅栏，其实跟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秀滩兽农场这样的概念有一点像。我自己是蛮喜欢用这种2种不同粗细的栅栏去做混搭哦。那只是这一次的，因为旁边是配石砖，我想说就让它一样有这种砖墙的纹路。那这一次因为旁边配的是木头，我就让它有朴素一点的感觉，所以采用了鹅卵石哦。那我们外侧这里忘了放个东西哦，就是要放上我们的熨光体。那熨光体上面呢，再放上树叶作为我们的绿化，这样子有绿化美观的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在这附近不用点火把，光也会直接这样透上来哦。接着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屋顶，到底要烧多久呢 ？OK， 红砖阶梯我们终于收集完了，那我们就继续把屋顶给它盖完吧。就说这样盖的时候啊，就让我想到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轻松放置，我们其实可以盖得蛮轻松的嘛。就像刚才各位也有看到，我们站在很低的地方，但我们的手却够长，可以放到上面哦。那第6集的时候啊，底下就有一个留言，我觉得他的留言蛮有意思的。他的留言简单来讲就是说，如果轻松放置真的这么方便，甚至我可以直接像空岛那时候最底下那样子，我可以直接在空气中放方块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有失建筑的乐趣，然后甚至变得太简单之类的？我觉得这位观众的想法挺有意思的。老实说，我也蛮认同他的想法。像现在这样子，我盖东西真的是会变得非常的方便。但是有几点我想要讲一下，像他讲的破坏乐趣，我倒觉得还好，是因为这些建筑啊，你们现在看我盖很轻松，那是因为我私下已经设计好，然后已经弄好蓝图，我才能把它盖得这么轻松哦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蓝图就算是一个拍片的工具吧。如果没有蓝图的话，我拍片上确实会变得复杂困难许多，我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。而且如果没有事先规划好，我边拍影片才边盖的话啊，那这样也很有可能会在拍的过程中，然后节奏弄得乱七八糟。那严重一点呢，就是影片出来也乱七八糟的，然后你们就有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东西。所以蓝图对我来说就是方便的工具啦。那至于你们说的建筑的乐趣，我在创造私下设计建筑的时候，那对我来说就算是建筑的乐趣啦。我最近也常常跟我的一个好朋友、好观众林和，跟他在创造模式下蛮常一起设计建筑的哦。这里面你们看到有很多的建筑，他其实也算是都有参与。这个建筑呢，他也给了我不少的建议，包括那个附魔台，在他跟我开始一起讨论之前，这个附魔台的样子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那对我来说就算是建筑的乐趣啦。只是影片上，因为是我自己一个人录影，而且是在已经准备好的状况下，所以你们看起来可能会没有那个样子。还是说你们也会想要看看我跟林和私下设计建筑的一些花絮？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看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如果有不少这样的留言，我应该就会考虑以后跟他盖建筑的时候来录个影片。那说不定也可以让各位学到一些有关建筑的小技巧。
因为我自己不太擅长拍建筑影片啦，所以真的要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咯。OK， 那我们这次的谷仓就差不多这样子，里面再放上了砂轮，加上我们的灯笼之后呢，就成为了室内吊灯的感觉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也参考第一集雷克斯给我的一些建议，在我们的屋子外面放上一些按钮，屋子里面这里也放上一些，让它变得有点像是钉子的感觉。那外侧的屋顶呢，正面、后面两边设计了这一种内凹的感觉，然后用了栅栏做半开放式的窗户。那因为栅栏底下也有眩光体，所以从外面看也是会有亮度的哦。那再来就是屋檐这里全都放上了我们的杉木地板门，让它看起来不要这么的单调，线条会稍微多一些变化哦。配合着外面下雨，有没有显得这个谷仓非常的温暖呢？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谷仓啦，以后食物就真的有一个简单的仓库可以放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剩下这里有一个水池要来建造。那这个水池其实建造很简单啦，因为它就是挖一个简单的小空间，然后放上一些小装饰而已哦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到建造这个水池的缩时回放吧。那在建造水池的过程啊，在这边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天哦。首先还是要感谢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最近这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的频道几乎是成长了快要1倍哦，甚至第5集的经验塔还有5万多的观看。那不管你是在哪里看到我，也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留下来看我的影片，真的都谢谢你们的支持哦。最近蛮多新观众的，那也因为我之前大概休更了2年多的时间没有拍麦块的影片哦，相信不管是新观众还是旧观众，可能都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。那之后我会想要尝试用一个不太一样的方式来让你们更了解我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先继续建造这个世界就好啦。OK， 那在水池盖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去一趟那个苍玉洞窟哦。我希望我可以在那个苍玉洞窟里面抓到一只龙人，好不好？什么颜色的都 OK。我想要抓一只龙人回家陪我作伴。我希望有黄色的啦，好不好？黄色的超级可爱哦。哦，找到你了。虽然是粉色的，没关系，最可爱的捕食者。哦，很好很好。我们顺利抓到一只龙人，我们先带它回家吧。OK， 我们马上把龙人放进我们这个水池。这样就好啦。那至于这个龙人要叫什么名字，听说台湾人的谐音梗真的很厉害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我的观众在谐音梗方面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才华哦？如果你没有帮这个龙人想到任何名字，那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我其实蛮想看你们能帮龙人取出什么谐音梗笑话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我一定采用，好不好？交给你们啦。OK， 那我挂机了一阵子，让农作物都长一长，竹子也长一长。那现在也快要晚上了，我们来给各位参观今天的建设吧。首先，我们今天就是建造了这一片农田，这个在湖边的小麦田，那其实也可以算河边，因为到时候我应该会在旁边开辟一条河出来哦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农田现在整片已经长成金黄色的小麦，然后在晚上配上了这些发光的灯笼，还有我们的稻草人之后，远看的话，这已经是我们家周围很漂亮的一片自然景观喽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从我们家出来左后方这个地方，我们盖了一个谷仓。那我们也在谷仓里面存放了一些马铃薯或者是我们的小麦，竹子也可以存放在这里。反正有关任何作物、食物，应该都可以放这里哦。这个就是我们温暖的谷仓啦。谷仓的旁边呢，我撒了一些谷粉，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比较自然的环境。这里通往水池中间我们就没有拉到路了哦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一个轻松惬意休息的水池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2根竹子发育不太好哦。那我们这个池子呢，放上了一些荷叶、海草、小的悬叶草。我们甚至去几千格远的地方，去我们之前找到的热带海洋，就为了收集这个海鞘。我觉得海鞘在水中作为一个发光物，还是真的蛮好看的哦。最后呢，还抓了一只龙人来陪伴我们。这个水池大概就这样完成了。而且我们里面设计的高度最深就是1.5格，是不会溺死的哦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建设啦，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呢？我们今天的原味生存也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喜欢，点个订阅，那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这个频道。有什么意见或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是雨兰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